瑞阳好了吗？瑞阳，瑞阳，你怎么还没换校服？快迟到了，起来！学校，我讨厌学校。你给我起来呀！起来！瑞阳，不要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学校，讨厌学校。我不管你是喜欢还是讨厌，时间到了就要去上学。给我起来！起来！同学们都笑我没有妈咪，说妈咪不要我了。弟弟，去把妈咪找回来，好吗？我要妈咪，妈咪在哪里？我要妈咪，弟弟，去把妈咪找回来。曾经的少年呀，怎么一夜长大？时光快逝流沙，不要再留遗憾啦。心中那些还没机会说出的话，找个方式表达。你叫我家成了温暖的家，温暖的牵挂。幸福靠的是用心，而不是魔法。一起去创造呀！少康，怎么样？我附近都找遍了，怎么办？他到底跑去哪里了？都怪我没有把他看好。不关安迪的事，少康是因为要跟我赌气才会跑掉的。我看他只是在怄气，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我只是担心少康被那个人带走了。他今天去学校找少康了，幸好被我发现得早。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？我没有他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联络到他。要不然我们报警吧。等一下，我知道少康在哪里了。你为什么很讨厌昂克嘉义？为什么不要他当你的新爹地？爹地是我的，我要自己选。我只要你当我的新爹地。小康，我是不可能当你的新爹地。你不喜欢我，我很喜欢你，可是一个家庭的结合需要2个大人同意才行。那是不是你跟妈咪在一起就可以了？我和你妈咪只是好朋友，是不可能成为夫妻的。虽然我不能够当你的新爹地，可是我可以当你的干爹地。干爹地？因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我只能当你的干爹地。干爹地。不过还要问过你妈咪，要她的同意。妈咪一定会答应的，你们是好朋友。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因为妈咪真的很爱你，她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。就像你很爱瑞星姐姐和瑞安哥哥一样吗？天底下没有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。如果可以，
他们多么希望一辈子陪在他们身边。可惜，不管多爱多疼，到最后还是要放手的。其实，我真的很不舍得他们。或许放手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。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也只是刚好经过遇到了少康。对了，我没经过你的同意，就当了少康的干爹爹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我要感激你都来不及。少康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有你这个干爹爹，我们求之不得。我看你最近一直在吃药，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了？就算是机器，用久了也会耗损的，何况是人。活到这把年纪，不可能一点都没病痛的。你去做身体检查了吗？对了，我没告诉你，我没经过你的同意，就把你设定成为我的紧急联络人。万一有一天你接到了紧急电话，千万不要以为是诈骗电话。还有，如果你发现我的胸口疼痛，你就拿一颗药放在我的舌头下面。你有心脏病？是冠心病，医生说我有2条血管堵塞。堵塞了就赶快去疏通啊！我不想动手术。为什么？答应我吧，就是因为动了心脏绕道手术，什么都没交代就想走了。可是现在医学很发达，不会有事的。什么手术都会有风险的。我咨询过很多专科医生，有些医生是建议要我暂时先服药控制。原来你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，才把孩子交托给淑英的。医生当年对我爸说，手术会很成功，不会有危险。结果我爸什么都没交代，就这样走了。那时候我和我妈真的是很无助，每天都是以泪洗脸。我真的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。就算是这样，我觉得你也应该跟淑英商量，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。跟他说，孩子们就会知道，我不想他们为我担心。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太自私了吗？你都说了，你爸爸当年离开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，难道你要重复同样的事情，让2个孩子留下遗憾？你真的舍得跟2个孩子分开？只要他们过得好，我也无所谓。可是你这样做，这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好安排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。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，希望这件事你帮我保密。
李玲啊，你在跟谁讲话？我在讲电话，男朋友是不是讲个电话这么神秘的？没有啦，我在跟朋友讨论 assignment，怕吵到你，所以才进来这房。那好吧，讲完之后早点回房睡啊。妈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习惯睡这房，反正现在也没人睡，我可以搬回来这里吗？不可以，不习惯也得习惯。我已经开始找房客了，房间该很快就会租出去了。哦，很迟了，你先回房睡吧。哎，你煮快熟面啊？哦，那就要把锅子洗干净嘛，你这样留着啊，明天早上会有蟑螂的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去洗。可以出来了。哇，还好啊，我早发现你妈出来喝水啊，要不然啊，真是完蛋了。记得明天早上6点前一定要出门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吃慢点。爸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有惊无险，又过了一天呢。好吧，快走吧。等一下，还有牙刷。哎呀，感觉好像做贼这样哎。非常时期只能委屈你了。哎，快走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。没想到点击率这么高，有很多新顾客都是看了视频过来的。这个月的生意比平时多了58%呢。你满意就好。尽管喝，不够再叫，酒钱算我的。哎，哎呦，这是尾数多的，是奖励你们的。谢谢老板。来 ，Cheers。 Cheers。接下来我还想搞些促销活动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拍？最近不行啊，我手上还有好几家餐厅要拍摄，等我忙完了再跟你约时间。没问题，我等你。你们慢慢喝。你没事吧？你别喝得这么急，很容易醉的。我怎么可能没事？我有很多事，多到忙不过来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啊。你没有看到最近我的邀约这么多吗？不怕，我最近的剪辑进步了不少，可以帮到你。幸好有你。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很没用，直到我遇见你，是你给我机会证明我也有价值。你一直都很好，只是不自信。你才是我在寻找的长腿叔叔，是你给我勇气和信心，让我知道自己也能变得优秀，值得被人喜欢。所以瑞阳，你愿意变成我的长腿哥哥吗？你不要有压力。也不用急着回答我，我愿意等你。我没听见也好。
你才是我在寻找的长腿叔叔。是你给我勇气和信心，让我知道自己也能变得优秀，值得被人喜欢。所以瑞阳，你愿意成为我的长腿哥哥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信任我。要我相信你可以，你马上给我辞职，离开这些公司。你不信任我，换再多的公司也是没用。我就知道你根本不舍得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他只是我的老板。既然你不肯辞职，那就离婚。我进来了，有东西吃吗？小声点，会吵醒他的。雨玲，开门。你不开门的话，我去拿钥匙啦。妈，什么事？你是不是瞒着我，带着男人回家？我没有啊。我听到你在跟人家讲话。妈，你误会了，我在讲电话。你是不是要跟我说，你跟同学在讨论功课，他吵到我，所以跑来这里啊？嗯。不行。妈，我都说你误会了，你别再疑神疑鬼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你不要以为你躲在门后，我就看不到你。滚出来！你竟敢趁我睡觉偷偷跑进来，做了几晚啊？就几晚而已啊，你别生气了啦。你竟然敢偷偷收留他？对不起，爸没地方去，很可怜，我才暂时让他睡几晚。我差一点就要睡公园了嘞。那关我什么事？滚！妈，都这么迟了，你真的要让爸睡公园啊？对哦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多住一晚，天一亮我马上就离开，真的。醒来之后不想见到你。我买了早餐，赶快来吃吧。哎，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我睡醒之后不想再见到你啊。我还有话要说嘛。吃完早餐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妈，我们坐下来吃吧。坐吧，坐吧。坐下来吃。吃个包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没有尽到做一个好老公、好老爸的责任。就算有钱呐，也宁可去买酒，都不肯付女儿的医药费。真是该死哎！是我亏欠你们太多了，请让我弥补好吗，老婆？哎，不要叫得这么亲热，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了，我们都已经离了婚，你才要弥补，那会不会太迟了一点？我可以重新追求你吗？爸，你要重新追求吗？哎，你说追求就追求啊？老娘啊是不吃回头草的。哎呀，有营养的草啊，是值得你回头再吃的，而且
还可以一吃再吃哎。这送给你。连送花都这么没有诚意，你还好意思请我吃回头草啊？哎，花只是点缀嘛，你看清楚一点，重点是我的心意呀。妈，里头还有一条手链。有吗？你看，转过来看看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买这条手链，你终于注意到我喜欢什么啦？以后我会更仔细，做个体贴的好老公、好老爸。哎，你不要以为一条手链就可以收买我啊！好吧，就试用期。不过你表现不好的话呢，我还是会一样叫你滚。意思是我可以留下来了？我都说试用期了，你不懂什么意思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的做人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戴。来啦，来。哎，漂亮吧？潘弟弟，你看，放不进去。来，我看。哇，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。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只要解决头的问题，机器人就可以战斗了。就算机器人做出来了，还要去交给生产商生产，需要很多钱的。就算生产成功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买。这个玩具这么酷，一定有人买的。你买呀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1、2、3。哇，感觉就像在云里雾里吃着来自天堂的美食。不怕跟你们说啊，我最怕那种好看不好吃的食物，希望这个不会让我失望。有惊喜，5颗星推荐，冰镇咕噜肉。好。我是日光哥，一个认真带你寻觅美食的主播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 like and share 哦，拜拜。潘头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哇，感觉就像在云里雾里吃着天堂。不怕跟你们说，我最怕那种好看。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希望这个不会让我失望。哦。有惊喜，5颗星推荐。视频拍得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你今天的状态很好，主持风格也越来越稳。好。怎么了？我的健身朋友六说，有人在团购以超便宜的价格卖平板电脑，说法跟 Keith 之前的很类似，已经有很多人感兴趣下单了。我也真不明白。像他这样坏的人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受到惩罚，还可以一直出来害人？哎，最近有部新的电影，口碑很好，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看？今天不行，我还有事。你约了人？我要出国了，要去收集一些资料。出国？这么突然，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
我周巴登叫我去，我就去喽。去哪里？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来了，我已经帮你点好了。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？没事就不能叫你出来喝咖啡啊？最近很忙啊？你没听说吗？我老板 Keith 已经怕顶让出去了，我将成为无业游民了。这么突然？他已经欠了我2个月的薪水，还叫我加入什么团购平台，用分红来抵消，我都不知道钱拿不拿得回。幸亏你跑得快，不然跟我一样白做了。什么网购平台啊？可以让我看一看吗？你有兴趣？拿这个。这个 Fiona 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他 share 的这个平板电脑也太便宜了吧？该不会是假货吧？应该是真货吧？很多人买了都没问题啊。错了一题 ，careless mistake。我明明做对了，怎么会填错答案？以后字体要写整齐一点，就不容易出差错了。知道了，来吃一点西瓜吧。谢谢妈咪。来，吃块。你继续做。谢谢。少康最近活泼了不少。对啊，大家都对他很好，尤其是跟外婆相认后都被宠坏了，而且现在还有瑞阳的爸爸当他的干爹地。你知不知道瑞阳打算出国读书？他告诉你了。原本我以为他不会妥协，没想到他真的会过去。你这样说，就说明他真的要去了。你是不是舍不得他？舍不得又怎样？他也不会为了我改变心意。你如果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呢？其实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但他那天好像是喝醉了，所以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。如果他没听见，你就说多一次。他最近好像是有意疏远我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听见了才这样。我再说多一次，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不至于吧？我看得出他是喜欢你的，而且他还跟我承认过，所以你对他是认真的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就认认真真跟人家交往。其实我对每一段感情都很认真，可是不懂为什么，每当对方要我做出承诺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，很想要逃走。是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婚姻出了问题，所以你才会对感情没有信心？其实瑞阳内心也是很痛苦的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就给他多一点时间，陪他一起走出阴影。在这里干嘛？怎么不回家？正在创造人生价值。是在创造不用面对你爸爸的机会吧？真的什么都逃不过你眼睛。我还知道，你是因为某人才答应出国留学的。
你根本都不想要出国，对吧？某人跟你说的。我还看得出，他也挺难过的。你明明就喜欢雨林啊！没有啊，那时候你问我的时候，自己都搞不清楚我自己。心里说没有，但是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。你就是为了躲避他才出国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越想逃避一个人，就表示其实你是很在乎他的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出国是想要锻炼一下我自己，可能我走了 control button 就能轻松一点，不用一直帮我擦屁股，也不会因为我而丢掉工作吗？父子之间是没有隔夜仇的。你们两个明明就很爱彼此，但是就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。至少在我出国前，我还能为他做一点事。知道他最近在苦恼怎么找资金，我就把他的模型玩具放到众筹平台上，反应还蛮不错的，应该很快就能达标推出市场，也算是为他完成了一份梦想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关心你爸的。我只是想要证明给他看，我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。还有众筹的事，你先帮我保密，我想等成功了再告诉他。放心，这么有意义的事，当然要由你亲口跟他说。我相信你爸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已经到专柜验过了，真的是正品。哇，这个价格竟然可以买到正品啊！我也吓一跳，早知道我也买一个，转手卖可以赚一笔。你可不可以让我跟 Fiona 见一面啊？应该很难，除非你买很多，不然他是不会见我们的。我就是想要大量进货，转手去卖，所以想见见卖家，看他可不可以给我更好的价钱。如果我赚钱的话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行，我可以帮你问一问，不保证一定可以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哦，可能要进很多的货才能拿到更便宜的价钱，而且是现金交易。那你看，它吃到灯光呢，还会反射。我在网上好像看过这款模型玩具，原来是你设计的啊。你确定是一模一样的？是啊，你不是把模型玩具放在众筹平台上吗？什么众筹平台？你看是不是一样？设计师的名字也叫赵，同样来自新加坡。怎么会跟我的一模一样？真的不是你放上去的？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上次看还没达标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筹集5万块了。你到底给谁看过？我只给我干儿子看过，可是他才9岁，他也不可能做这种事的。你再想想，还有谁有可能看过？瑞阳，瑞阳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向我交代的？交代什么？
你为什么把我的设计玩具放在网上众筹？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把我的设计放在网上众筹？我看你需要资金，所以才想这个办法试试看的。那好，那筹到的钱呢？钱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拿到。你不要骗我了，那笔5万块已经转去你的户口了。你告诉我，钱花去哪里？你是不是拿这些钱又去做这些见不得光的事？在你眼里，我只会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吗？那你说，钱花去哪里？你这么说，就是在诈骗，瑞阳。那笔钱我是要交给生产商生产的，如果到期我交不出我会被告，我会死的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给我多几天的时间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我是不会连累你的。我从来都不指望你能够帮我做些什么，只要你不要跟我添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你相信我一次可以吗？要我怎么相信你？连钱花去哪里，你都无法向我解释。瑞阳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我叫你去好好读书，你说你有办法赚钱比我快，你现在是在做犯法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烂苹果、烂泥，我只会做犯法的事，这么有正义感，报警抓我。反正对你来说，把我送出国还是送去监狱，根本都没有什么两样。如果我有得选的话，你可没有你这个爸爸。我这么做还不是跟你学的？你之前偷偷帮人家做设计，是你自己说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拿到钱，拿到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做错事，还敢赖在我头上？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抚养长大，你知道我为你们付出了多少吗？早知道，我让你妈妈把你们带走。你以为我想要留在你身边吗？我是没得选择。你除了为经济封锁、骂我们、control我们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妈咪会离开你，因为在你身边只有痛苦，还有被你折磨。我受够了。哎，瑞阳。子瑶，子瑶，来喝水。你又跟瑞阳吵架了？你明知道自己不可以太激动，为什么不要控制一下脾气？他还是死性不改，偷偷拿我的设计玩具放到网上筹款，他还筹了5万块。你有给他机会解释吗？他跟我说，他是想早一点帮你实现梦想，还要我帮他保密。是实现他自己的梦想，钱一到手，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。问他，他又不肯说，肯定是拿去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。为什么打得这么猛？心情不好啊？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在他眼里就是一坨屎，
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了收集那个混蛋的犯罪证据，我只好砸钱跟他进行交易。Keith 吗？啊，我都已经放弃了，就怪自己倒霉，信错人。这种人少尔为妙啊！我是不可能就这样子放过他的，我一定要帮一个被 Keith 欺骗的女生讨回公道。一个这么单纯的女生，竟然被 Keith 玩弄感情，还傻傻的被他利用。他为什么这么傻？他就是这么傻，整天只想着帮别人，自己受了多少委屈都不知道，看了都心痛。我已经通知明晨姐了，她一直联系不上你，很担心，所以我才会来到健身房找你。说我傻，你不是更傻吗？把自己当成鱼饵，被家人误会了也不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不要交给警方处理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要先掌握证据。太危险了，你会惹祸上身。难道就因为怕惹祸，就让他继续害人吗？我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。我不只是帮你而已啊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你这么笨的人，都不知道你们脑袋装了什么垃圾，笨到无药可救。我的脑袋只装满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在我面前。我想跟他说，我真的很傻，傻傻的分不清谁才是真心对我好。所以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，一辈子当我的长腿哥哥。我知道你不相信天长地久，对爱情也没有安全感。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吗？不是不想要努力，是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承诺。每当我一想到要确定一段关系，我就会胡思乱想，喘不过气。我不会逼你，我愿意等。多久，我都愿意。